前几去我家了。钢厂那个老板？对，我同学。是时候了，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，别回去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堵你，多少人在骂你呢。书记，你看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一段监控画面，看出什么不同了吗？你让我猜谜呢？赶紧说吧！就相隔2个小时，同一辆车，车牌子换了。他们要干啥？心里有鬼啊！这是目前最有效的一条线索。你确定是这辆车吗？你看，车位的刮痕都是一致的。哎，全市一共有516辆同款车型，我和金波分别带人一一排查过了，一辆不落。现在表什么功啊？我现在要结果啊！你要弄不出来人，我都没脸见人。书记啊，你觉得我们有脸见人呐？我来是想提前向你申请一下。你要申请什么呀？你只要对破案有利的，你说怎么的？这个案子啊，你得给时间。找到了这辆车，但是还不能急着确定嫌疑人，拉到公安局问询。就是这样干，很可能线索就这点线索就断了。得多在外围花点时间做好侦查工作。你们是不是已经锁定目标了啊？为什么不能直接问询呢？锁定倒谈不上，有点影儿嘛。其实就算找车主问了，很容易没有结果，因为这辆车出现在王五的死亡现场，不代表犯罪，最多是个套牌，那归交管部门管。要是这么弄，这案子就没法继续了。所以我说呢，这个侦查工作必须做次事。你说的那个影儿，他是谁呀？猪，我带你换个地方睡去。啊，去，吓死我了！你饭都不管，回去。这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你还睡得着？每年4、500万的罚款，这数据也都是你乱写的。哎，把话说清楚啊！我可没拿过你们1分钱，我这心里头没鬼。是吗？你敢说暗管排污没你事儿？排污也不是我一家企业呀。老朱，咱俩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不去，真不去？不去。刘队长，啊，走。这都到齐了呀？是。那就太好了。干什么？疯了吗？我干什么？
我们干什么呀？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呀？啊！我今天一天啊，我一人在这晒一天，没吃没喝没人管，晚上睡一会儿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啊？你们不挺能耐的吗？啊，那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了，啊，能看得起我吗？有事找书记说呀！啊，找我这小局长干什么呀？我说话谁听啊？我给上面反映，上面没人听，我跟你们说也没人听。现在出事了啊，都来找我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回家抱孩子去，在我这儿只有一句话，叫上不上。看看，朱局长还有点起床气。哎呀，有事说事儿啊，说点具体的。哦，说具体的，谁干的？啊？团长，我忘了你在南望山呢。啊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涉事的总共有8个企业，哎呀，负隅顽抗了1天呢，最后都如实交代了。查出来了，哎，太好了！我明天一早就回去。等你抓紧时间回来吧。你回来之后，然后大主意你来拿，怎么处理？啊，然后我跟理事长，然后就给你张罗。嗯，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回去。好嘞，好嘞。绝对少。都辛苦了啊！这凌晨了，4、5点钟打电话把大家叫来。啊，大家还是很振奋的。南洼山暗管排污的事情一天不处理妥当，大家这个心呢就一天不踏实。是啊，我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是昨天呢，我吃完药，我以为我能睡着，但结果没睡着，这晚上翻过来调过去的，啊，脑袋还嗡嗡的呢，躺在床上就一直在想，你说查不到怎么办？暗管排污关不掉怎么办？然后天台这一个电话就把我救了，真是办得真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书记、市长，各位领导，我汇报一下工作。昨天啊，我们环保局把所有的技术员全部派出去了，来执行咱们市里排污企业关停24小时的命令。我跟他们说了，不改动，不调整，我自己啊亲自监视了前期的工程。这些人呢，不管饭，哎呀，不管水呀，个个横眉冷对的，就印了都2点多钟，把我叫起来，啊，对，当时我在车里头监视他们，把我领在一个屋子里头，哟，一屋子人，结果怎么说？全部缴械投降，跟我说，哎，想想办法吧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想什么办法啊？排污的时候这么大能耐不着我啊？这时候想什么办法没有？赶紧给书记打电话汇报。哎，这不全带过来了，在小会议室等候处理。查清楚没有？暗管排污他们是怎么操作的？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前几年啊，新疆有这一个案例，就是一个焦化厂往那个沙漠里头啊灌污水，导致一个城市30天断水。咱们綦江啊是一个水系城市，地下水比较丰富，他们呢就花钱把他们的污水啊跟城市的废水排在一块儿。咱们南洼山啊有一个中水处理站，到那儿去一查就清楚了。那个韩江他们中午就回来了，你们及时汇报。好嘞。那个严书记，那一会儿啊，你就辛苦一下，这个天才给他们开会的时候，你给做个记录，
好，好。廖书记，这个纪委处理干部都有一个标准，咱们这些企业家，你有没有一个标准呢？啊，听韩江的吧，啊，明白了。那个还有那个王部长啊，你个宣传口赶紧啊，派记者去写那个新闻通稿吧，争取今天就发出来，啊，市里面的晚间新闻你要上，就大的调子就是说什么呢？就说过去啊，咱们在这个环保问题上的不够重视，所以才引发了这样的暗管排污这样的事件，向全市人民道歉，就挽回这样的损失，补救，其他的就是没什么了，其他的。书记，我们是要把这个责任全部揽下来吗？我是不干那种就把丧事当喜事办的活啊！你王五是死了都死了，你往他头上扣什么帽子啊？另外那个报道的时候啊，不要说企业的名字，你有问题就处理问题嘛。就是昨天那个我想起来跟子平市长我们俩吵那一架，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。你今儿把企业真关停了，这经济损失我也心疼。那一会儿咱俩就直接去吧，就这么趁早去南洼山，然后把韩江接过来。我现在就安排车。昨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根本没睡实，真怕他不认账啊！啊，沿着暗管这个管道去查，根本没有这个人力和物力。市里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？廖书记没说。你是副市长，我问你市里的处理意见，就是问你的意见，你别把什么事都推给人家廖书记。到现在你还没进入角色呢，没想好。什么叫没想好？按照传统的办法管理，我会啊，关停、整顿、罚款，折腾一溜够呗。但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过去在大学里给同学们上课，我经常批评环保法。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一丝不苟地执行，很多企业都挣不着钱。当然，我这话说的有点危险。我不举报你，你说说我听听啊。你看，法律是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企业啊，生产标准不一样，环境也不一样。您比如说天然气，也就是页岩气，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严禁开采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一动它，容易产生地震。但是哪个国家不采呢？它都得采啊！你不采，冬天怎么办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个矛盾。韩江啊，哎呀，廖书记，哎呀，你这也不打个电话啊，就吃饭呢啊。哎，王董事长，这不是这个事儿有结果了吗？我过来跟你汇报一下呀。顺道我这接韩江回去，因为后续还有一些问题等着他拿主意呢。哎呀，这家突然袭击哈！来，哎呀，吃饭来，老陈你来吧。这个哎，根爷，根爷，坐过来。廖书记和陈书记没在啊？不在。你啊，不求上进，从来不跟你装。我喜欢自己琢磨事儿，吃个饭，刷刷手机，给你们做个桌，脸疼。哪疼？脸疼。小的，我为了这点小自由，放弃了多少东西？比如说，哎，你看你这菜比我好吃多了。都给你，秦佑善，跟野副市长。我算明白了，大师傅都懂政治。哎，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那个有2个丹麦的药厂要引进的事，谈怎么样了？这不行不行，
药厂是重污染企业，这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刘根野，你跟我好好说话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人家把建设方案发过来了，连标准的施工图都有。我跟他条件也谈好了，要建一个大型的体检中心，收费低，人家也答应了。2个药厂，1个体检中心，可以解决2700多个就业岗位，这你知道？对，这你跟我说过，嫌我不知道的说。然后我就不知道了，该怎么回复？什么叫你不知道怎么回复啊？我已经回复他们了，让他们提交环保标准，什么时候签了承诺书，再往下谈。可以啊，刘文野，你这狗脑子挺好使啊！表扬一次啊！哎呀，2700个工作岗位啊，根野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西江医学院每年那么多毕业生，可以好好的安排安排。另外，你能不能跟他们谈一下啊？我们用市场环技术，卫生部那边我来负责跑，办一个合资药的证，到时候我们齐江市啊就可以自己生产销售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利润呢。我可以把市里的好几个大医院好好的扩充一下，什么器械、人员、建筑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上次我去那个中心医院呢，连那个过道里头啊都睡了人啊！别摇头啊你！我现在我满脑子都是湿地酒店的事儿。明天吧，明天我再跟人家联系一下。什么明天？别明天，就今天下午啊！就今天下午，刘根野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啊？哪个部门的预算你要是减了，连那看门的老大爷都敢骂我的娘，这么多人要吃饭，找我要工作啊，还要吃好饭。刘根野，我这锅不够啊，我等着你出菜呢。你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？我现在就想找个培训班，我每天上课下课，我回来好好看看书啊，清静几个月，跟那些人在一起，我不用负。我一会儿带着药厂的材料找你汇报啊啊！说话吧，别大马虎眼了。这事儿谁挑的头啊？啊，还不当你们不是说一块儿干的吧？啊，哎，我可不欠你们的啊！啊，朱局啊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咱们不用说谁牵头啊。对，这时候就甭想通过关了啊！不知道是不是？首恶必偿。哎呀，打算给他们领导靶场打靶子了。朱局，您看这样吧，这事儿吧，咱们也认了。您是要罚款、关停、整顿、赔偿都行。您给个处理方案，咱们也看看赔不赔得起啊？不就这个事儿吗？那不行，我昨天晚上3点半，市委一个电话把我叫来开会。开完会，廖书记一早就奔南华山了。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。朱局长，要不让大家先去市委招待所休息一下吧？一个人一房间，吃什么跟我说啊。店主，这纪委的人也管上环保了。我们不管环保，
我就是过来做个记录，看看是谁给你们暗管排污开的方便之门。另外呢，我们有几个纪委的同事在你们的走廊里值班，有什么事儿呢，招呼一声就行啊。我们这算是被纪委关押了。你们也可以这么想。那请吧。干部叫双规，你们叫审查。哎呀，跟国外签的这份合同，我们所反复研究了很多遍，最后大家都觉得只有一条，32条C，你看一下。双方必须以建筑所在地的法律法规为基本法律依据，对该地区的生活习惯、自然环境、纳税规定等一切均有秩序，不做出任何改变。这条我也看到了，但是当初立项的时候是已经通过了的。你现在说人家改变自然环境了，那当初的通过那不就成了笑话吗？啊！再说法院那边也说不过去啊。对，到时候人就咬住这一条，怎么办？在环保法里，对湿地的规定还是相对比较模糊的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您看能不能跟省里做个汇报，在省人大开会的时候拟定一个本省湿地保护的法规，在法律上新法自然覆盖旧法，这样用这个依据来和他们谈判。刘副市长和我说过市里的诉求，还是希望不要搞成大规模的赔偿。这真的确实是受不了。哎，拟定这个本省的湿地保护法这个事儿啊，得赶紧下手啊！韩江一回来，我就跟他说，市里的意思呢，不要搞成这个鸡飞蛋打的局面。别人到我们这里的投资啊，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商业目的，那也是对我们的信任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在綦江给他另外找一个地方，或者是他们改变一下他们的这个建筑格局，你甚至我们做一些相应的赔偿。尽量的把这个事情呢给它缓和下来。你真的要是搞到巨额赔偿，或者是打国际官司，那谁的脸上都不好看啊，他们的损失也会很大呀。你要不这样，你呀，找几个熟悉国际商务的人啊，到时候跟庚野一起工作啊，你们一起参加谈判。好，我回去就办。好，好，辛苦啊。适当的赔偿，适当的赔偿也赔不起啊，庚野，真的是要我的命。那就找韩江副市长想办法呗。他去趟南洼山都得廖书记和陈书记去接。廖书记这个话就是说给你们这种人听的。督察组的王成组长在那，他不得过去做个汇报吗？廖书记和陈书记亲自过去接他。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没什么事儿啊，你别去惹他。现在该郑韩江出力的时候了。哎呀，那几个都是大企业，我都惹不起啊，庚您野。惹不起，我就更惹不起了。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上的先例有什么能借鉴的？这事你得问你的郑副市长，他研究这个。主要他们涉及这7、8家企业呀，占他们市里税收1半了，我不得不谨慎。这要是可能的话，我还真想陪您多待一段时间，好好学习一下。中央督察组的工作原则呀，就是不干扰你们正常的工作，不指手画脚，主要是看。行了，你们走吧，我还得跟那个环境检测站的同志了解一下这污染的程度，做个总结，也给其他的省份做一个参考。
好，王组长，您保重啊，您保重身体啊。那我们先走。王总长。大林，开稳点。哎，韩江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个事儿比较严重，但这几个企业还是要保，因为我这刚才算了一笔账哈，因为这8家企业的税收啊，占了全市1半以上还要多呀。你这下手重了，今天把它关停，明天别的事啊就过人啊做工作把他们清走。另外，这8家企业这人太多了，你一下子失业那么多人，这社会秩序肯定要闹啊。所以这个事儿你这处理也要处理好，有什么难处啊，大家合计着来。那个，你看那个王组长他什么意思？哦，今天早上吃饭时候，我跟他商量这个事儿，他没表态。刚才李市长给我来电话，我让他跟那个庚野啊，就安排人呢谈这个世纪酒店的事儿。最好的结果啊，就适当赔偿。但你就是适当赔偿，你那市政府的财政也支持不了啊。你认为啊，他现在的这个工程如果改造的话，有没有空间？这个我得带搞工程的人去看看，因为建筑方面的事情我确实不懂。你进步的挺快啊！这市委啊，最终研究决定啊，让你去处理暗管排污的后续的一些问题。这事儿软不得硬不得，不清廉了你就容易出问题啊，容易栽跟头。不懂专业呢，你不识大局呢，也处理不好。廖书记，你相信我，我努力办好。如果有什么决断不了的事情，我跟您汇报。我这个来的路上哈，我就想了，如果这个事儿哈，一旦报道出去，这个老百姓第一个骂的就是官儿，第二个他骂的才是企业。要求严惩，他得宣泄情绪啊。如果你要涉及到严惩这个标准呐，检察院起诉啊，公安机关抓捕啊，这都好办。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这个企业后续怎么生存，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呀，大林，赶紧掉头！哎，我说我想不到，你也想不到吗？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啊？主要赖我了。啊，书记，这个我答应了胡家女啊，带她男人再去照一个 CT。这事儿给忘了。刚才我一时脑子都转不过弯来。那人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小心点啊，台阶滑。一会儿你坐我车。哎。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行。对吧？国文那边拒绝谈判，提前把他们告。钱总，哎，有什么需要？我想打个电话，能把手机给我吗？有什么事儿，您先用屋里的座机打吧。屋里电话，
容易被人监听吧？书记呢？书记晚点过来要跟您谈个话，咨询一下，了解一些情况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被安排在不同楼层里。严书记来之前呢，您就先不要单独会面了。那我溜达溜达。我陪着您。哎呀，你呀，跟书记说一声，哎啊，你们得抓紧点儿啊！我们公司里啊还一大堆事儿呢。我们也都是正常工作流程，请您再耐心等等。你饿不饿呀？我还行。给我冲包面吧。行。2盒啊。行。我饿了。喝水去。马上来。严书记是吧？您先说，啥时候把手机还给我们？对。您觉得就这样拖着我们合理吗？手机合法的呀，每年都经过批保年检测项目的新鲜啊！哎，行了，你像我们是随机没有，什么事情都办不了。讨论会讨论的挺热闹啊，不错，气氛也挺好。那个都饿了吧？咱边吃边聊吧啊！我去催催他们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也是？哎，就你看闹，对，闹怕了他们就老实。对的，哎，就他手机哪有没团结起来闹，是吧？待会儿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，一起团结起来，意见就提，一就提。我们不到平时是不怕的事，你要讲道理啊！我们容易吗？我们做企业，我们就跟政府打工呗，不要跟他们闹，把手机就没收来。他们竟然坐在办公室里。咱们纪委也没什么好东西啊，凑合吃吧。给我们吃，记住，这是泡面给我买的，真是。开玩笑。严书记，我给你提点意见，成不成？你说。第一，这排污这事儿，你们纪委来管，您觉得合适吗？第二，上来就把咱们手机给收了，还不让咱们离开，合法吗？这第三，您说是意见讨论会，我们都提意见了，可你一个字都没记呀，在那儿演半天有意思？来，你给解释一下啊。对，解释一下。太不像话了。吃仨菜吧。我呢，先来给你们解答第一个问题啊。炒菜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受廖书记和子平市长的委托来和你们谈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环保事件，这简直是一场灾难。市委、市政府2套班子随时准备辞职。如果把这件事情公开报道出去，你们出了这个门，就能被綦江的老百姓把你们给撕碎了。所以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，拿走你们的手机，限制你们的出行，是要在这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。这是第2个问题。至于这个空本子，我是不想记录下来你们那些强词夺理的言行和态度，这是在保护你们。上了劲儿，别太激动。这是哪儿？綦江纪委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书记。跟我来这趟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怎么着？我这么解释，你们满意吗？你满意吗？你满不满意？还有你满意吗？我不满意。严书记，这排污这事儿，您到底懂不懂啊？咱们开工厂就得排污，出了问题开罚就罚呗。有哪条法律规定
这排污就得坐牢了？规矩到了您这儿就变了？还是说您现在兼着把环保局那摊事儿给一起管了？不就是罚款吗？是吧？对，就是嘛，就是要罚款。对，直接说嘛。你们到现在还觉得罚款能解决问题是吧？出人命了，知道吗？南洼山死了个小女孩，这就是你们排污的成果。韩江副市长正在跟小女孩的家属在请求人家解剖尸体，好知道她的死因，也从解剖了解南洼村村民的身体状况。廖书记让我向你们转达这个意见，我就跟廖书记说，你们强词夺理，死不认错，还派工人去市政府闹事，我这么转达行不行？这样的，田书记，你就给咱们透个底吧，你到底要我们干什么？工人闹事这事儿还真不是威胁你，马上月底了，都发工资，我们也想快点解决这事儿啊，谁想在这儿吃泡面呀？是吗？是吗？是为啥？那个小女孩想吃还吃不上呢，她就躺在殡仪馆里，要不去问问她的感受？行了，别在这儿打马虎眼了。我希望你们负起责任来，把排污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把解决方案说清楚，让我们市政府、市委有个判断，好对症下药。听懂了吗？我们给你每个人发纸笔再强调一遍，什么时候开始排污的，什么时候开始联合的，花了多少钱，今天在这给我写清楚，我给你们准备宵夜。是真的吗？有的人是上纲上线了啊，这个事情搞的。陈书记，来之前赵局长问您好。他在跟踪一个线索，一旦有了结果，他会过来当面跟您汇报。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整理的一些卷宗，我专门给您复印了一份。军部啊，这一头五除了你，我还有6个人要见，都是下面的县乡镇来对接工作的。我要把这些都看完了，我就不用干别的了。这里面有一些排查的资料，务必还是请您抽空看一下。王武市长死亡时出现在现场的那个车辆我们已经查实了。我们现在正在核查钱起的入境记录，以及他跟王武市长之间的这个交往。钱起呢，毕竟是市里重要的企业家。赵局的意思，我们做这些事儿之前要先跟您打个招呼。赵石是怎么说？赵局长呢，因为这么长时间没破案，心里非常过意不去。他也知道钱起跟市委市政府的很多领导关系非常不错，还有就是廖书记对企业家一直很爱护。爱护企业家和破案是2回事儿，不管是谁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该怎么查怎么查。告诉我们赵局，不要有忌讳。是。还有回吧。4点半我去接孩子。咱这检查4点钟差不多结束了，我把他接来放你这儿，我再开会去。我也好长时间没接孩子了。你也知道，今天我够呛回家，不知道得忙到几点。没事儿，你忙吧，我去接他。我去接。我接没事儿。哎，我接，说我接就我接啊。行。那你得确保他们4点钟检查得结束啊。
颗今早的惊喜。没有人，没有人为此作证。草地上寂寞的花，是遗忘的回忆。我害怕未来的一天一天起变成废墟。我害怕未来记忆里到处都是伤痕。在肮脏和混乱之下，埋着美和可爱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。我害怕未来的一天一天起变成废墟。我害怕未来记忆里到处都是伤痕。我和过去隔着黑色的土地，我和未来隔着漫长的废墟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。